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。今天我们要聊聊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。对，就是周末计划，你知道吗？每到星期五下午，我就开始想，这个周末要做什么呢？哈哈，我也是这样。其实制定周末计划这件事情本身就很有趣。有些人喜欢把周末安排得满满的，有些人就喜欢什么都不做。我觉得我属于第一种，我总是想，周末只有2天，不能浪费了，所以我会列一个清单，写下我想做的事情。清单你都会写什么呢？比如说，我会写去超市买菜、打扫房间、给朋友打电话，还有看一部电影。你呢？你会做计划吗？我以前会做很详细的计划，但是后来发现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。现在我只会想一个大概的方向，比如说这个周末我想放松一下，或者我想学点新东西。这样也挺好的。其实我发现，有时候最好的周末反而是那些没有计划的周末。对，突然决定去一个地方，或者突然想起要做一件事情，这种感觉特别棒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如果完全没有计划，有时候周末就这样过去了，什么都没做。到了周日晚上，就会觉得有点空虚。这个我有体会。所以我现在的做法是，会有1-2件必须要做的事情，剩下的时间就随意安排。这个方法不错。那你一般周末必须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？通常是运动。我觉得一个星期工作下来，身体需要活动活动，所以我会安排去跑步，或者去游泳，或者就是在家里做做瑜伽。运动确实很重要，我最近开始每个周末都会去爬山。爬山，这个想法很好啊。对，我发现爬山特别适合周末。首先，它是一个很好的运动；其次，在山上可以呼吸新鲜空气，看看风景，心情会变得很好。而且爬山不需要太多准备，对吧？是的，只要穿一双舒服的鞋子，带一瓶水就可以了。如果想爬得远一点，可以带点小零食。听起来很不错，不过我有个问题，如果天气不好怎么办？比如说下雨。下雨的话，我就会改成室内活动，可能去博物馆或者去书店看看书，或者就在家里做饭。做饭，这个我也很喜欢。平时工作忙，很少有时间好好做一顿饭。周末的时候，我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食材，然后花1个下午的时间，慢慢的做一道菜。这听起来就很享受。你一般会做什么菜呢？我比较喜欢做汤，比如说买一只鸡，加上一些蘑菇和蔬菜，慢慢的炖2个小时，整个房子都会有香味儿。哇，光听你这么说，我就觉得很香了。而且做汤的过程很放松，你不需要一直在厨房里忙碌，可以做其他事情，比如说听听音乐或者看看书。对，这就是慢生活的感觉。其实我觉得周末最重要的就是要慢下来。平时生活节奏太快了，周末应该是让自己放慢脚步的时候。说到慢下来，我还有一个周末活动特别推荐，就是散步。散步。对，就是没有目的地的散步，不是为了运动，也不是为了去某个地方，就是随便走走。这个想法很有意思。我经常在周末的下午出门散步，可能走到一条以前没有走过的街道，看看路边的小店，或者坐在公园的椅子上，看看来来往往的人。这样的散步确实能发现很多平时注意不到的东西。
对，有时候会发现一家新开的咖啡店，有时候会看到一棵特别美的树，有时候会遇到一只可爱的小狗。听起来很治愈。不过我想问一个问题，你会一个人散步，还是和朋友一起？两种都有，一个人散步的时候，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节奏，想停就停，想走就走。和朋友一起散步的时候，可以聊天，分享彼此看到的有趣的事情。说到和朋友一起，我想到另一个很好的周末活动，就是约朋友在家里聚餐。这个我也很喜欢。每个人带一道菜，然后大家一起吃，一起聊天，比去餐厅吃饭更有意思。而且在家里聚餐，时间比较自由，可以从下午一直聊到晚上，不用担心餐厅要关门。对，而且大家可以一起做饭，这个过程也很有趣。有人洗菜，有人切菜，有人炒菜，就像一个小团队。我记得有一次，我们几个朋友决定一起包饺子，结果每个人包的饺子形状都不一样，有的像小包子，有的像小馄饨。但是味道一定很好。对，而且那种一起动手的感觉特别好。除了和朋友聚餐，我还喜欢在周末的时候给远方的朋友或者家人打电话。这个习惯很好。平时大家都忙，很少有时间好好聊天，周末的时候时间比较充裕，可以聊得久一点。我也有这个习惯，特别是给父母打电话，他们总是很高兴。对，而且通过电话可以了解他们最近的生活，分享自己的近况。虽然不能见面，但是感觉距离没有那么远。说到家人，我还有一个周末活动，就是整理照片。整理照片？对，我会把这一周拍的照片整理一下，选出一些好的，然后发给家人和朋友。这个想法很温馨。我觉得照片是很好的回忆载体，当时可能觉得很普通的一张照片，过一段时间再看，就会想起当时的心情和感受。确实是这样，我有时候会翻看以前的照片，就像在看自己的生活日记。对，所以我觉得整理照片也是一种很好的周末活动，既可以回顾这一周的生活，也可以和朋友分享快乐。听你这么说，我也想开始整理照片了。其实不需要很复杂，就是简单的分类，删掉一些不好的，保留一些有意义的。这样做确实很有意义。对了，我还想到一个很多人都会做的周末活动，就是看电影。看电影，这个我也经常做。你喜欢去电影院看，还是在家里看？两种都有。如果是新上映的大片，我会去电影院看，因为效果更好。如果是一些老电影或者比较文艺的电影，我喜欢在家里看。在家里看电影确实更舒服，可以暂停，可以倒回去重新看，还可以一边看一边吃零食。对，而且可以选择任何时间，不用担心电影院的时间安排。我最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看电影方式，就是和朋友一起在线看电影。在线一起看。对，就是大家同时在各自的家里，但是同时开始看同一部电影，然后通过聊天软件交流感想。这个想法很新颖。特别是在疫情期间，这种方式让我们即使不能见面，也能一起享受看电影的乐趣。听起来很有意思。不过我想最重要的还是要选择适合自己的电影。对，选电影也是一门学问，有时候想看轻松的喜剧，有时候想看深刻的剧情片，有时候想看刺激的动作片。我觉得周末看电影最好选择那种能让自己放松的类型，毕竟周末是休息的时间。我同意。
不过有时候看一些有挑战性的电影，也能让大脑得到不同的刺激。这倒是真的。说到大脑刺激，我还想到一个周末活动，就是学习新东西。学习，周末还要学习？不是那种压力很大的学习，而是学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东西，比如说学一首新歌，学几个新的汉字，或者学做一道新菜。这样的学习确实很有趣。对，因为没有考试的压力，完全是出于兴趣，学会了会很有成就感，学不会也没关系。我最近在周末的时候学画画。画画，这个很好啊。我买了一些简单的绘画工具，跟着网上的教程学，虽然画得不好，但是过程很享受。我觉得这种创造性的活动特别适合周末，可以让大脑从工作模式切换到创造模式。对，而且画画的时候需要专注，会忘记其他的烦恼。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心流状态。就是完全沉浸在当下的感觉。除了画画，我觉得写字也有同样的效果。写字？对，就是练习写汉字。我会买一本字帖，然后慢慢的临摹。这个想法很好，现在大家都用电脑和手机，很少手写了。对，所以偶尔练练字感觉很特别，而且写字的过程很安静，很平和。我想这也是一种冥想的方式。可以这么说，专注于笔画的起落，专注于字的结构，其他什么都不想。听起来很治愈。对，而且看着自己写的字慢慢变好，也很有成就感。说到成就感，我想到另一个周末活动，就是整理房间。整理房间这个听起来像是家务活，但是我发现整理房间其实很有治愈效果，把乱糟糟的房间整理得干净整齐，心情也会变好。这个我有体会，有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，我会整理书桌，把所有东西都摆放整齐。对，而且整理的过程中会发现一些以前忘记的东西，就像在寻宝一样。我经常在整理的时候找到以前买的但是忘记用的东西。而且整理完之后，看着干净的房间，会有一种满足感。确实，环境整洁了，思维也会更清晰。不过整理房间也不能太频繁，不然就变成强迫症了。对，适度就好。说了这么多周末活动，我发现其实最重要的不是做什么，而是要有一种放松的心态。我同意，无论是爬山、做饭、看电影，还是整理房间，关键是要让自己感到快乐和放松。对，周末应该是充电的时间，让自己为新的一周做好准备。而且每个人的放松方式都不一样，有人喜欢热闹，有人喜欢安静，有人喜欢运动，有人喜欢静坐。所以制定周末计划的时候，最重要的是了解自己，知道什么能让自己真正快乐。对，不要因为别人觉得某个活动很好，就强迫自己去做，要选择适合自己的。而且周末计划也可以随时调整，如果原来的计划不适合当时的心情，完全可以改变。灵活性很重要。我觉得我们今天聊的这些周末活动都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能让人慢下来，享受当下。对，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，周末给了我们一个机会，重新连接自己的内心。无论是和朋友聚餐，还是一个人散步，都是在创造美好的回忆。而且这些简单的活动，往往比那些昂贵的娱乐更能带来真正的快乐。确实如此。好了，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关于周末计划的想法，
希望大家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周末活动，过一个充实而愉快的周末。是的，记住，最好的周末计划就是能让你感到快乐和放松的计划。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再见，祝大家周末愉快。